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秋日黃昏，鄉間小院裡寧靜的只聽得見幾聲蟲鳴。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頭髮散亂，臉上滿是疲憊和倉皇。他死死拽住面前穿着樸素的男人的胳膊，像是抓着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他雙眼通紅，聲音嘶啞，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哭腔：“老卓，我的好大哥，你快跟我回去吧，出大事了！”他喉結滾動，艱難地咽了口唾沫，聲音都在發顫：“你走了這3天，公司2個億就這麼沒了。”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秋風捲起地上的落葉，打着旋兒飛向灰蒙蒙的天空。卓朗獨自一人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手指無意識地摩挲着。他的手掌寬大，指關節粗壯，掌心布滿了常年與鋼鐵機械打交道留下的老繭。這是一雙創造了無數價值的手，可此刻他卻空空如也。在他的身前，一張被反覆折疊又反覆展開的紙靜靜地躺在石桌上，紙張已經泛黃，邊角都起了毛邊，上面的字跡也有些模糊了。這是一份股權激勵承諾書，簽訂日期是13年前。那時卓朗剛過而立之年，正是技術上爐火純青，渾身有使不完勁兒的時候。他記得清清楚楚，那個夏天特別熱，在一個塵土飛揚、到處堆滿廢舊零件的小作坊裡，風扇呼呼地吹着熱風，根本帶不來一絲涼意。文世榮，他現在的老闆，那時還是個穿着洗得發白的舊夾克，和工人們一起汗流浹背的小文。小文把他拉到一旁，塞給他一瓶冰鎮啤酒，眼神裡閃爍着夢想的光芒。老卓，憑你的手藝，給別人打工太屈才了，跟着我幹，咱們一起把這個小作坊做成全國最大的機械廠。我文世榮今天把話放這兒，你是我請來的第一尊大佛，是咱們的頂梁柱。他從懷裡掏出這份早已準備好的承諾書，鄭重地拍在卓朗手上：“這10%的股份，你先拿着，等公司走上正軌，咱們就去辦手續，以後你就是老闆之一，咱們是親兄弟。”卓朗看着文世榮那張被汗水浸透卻無比真誠的臉，聽着那番掷地有聲的豪言壯語，心裡的熱血一下子就被點燃了。他一個沒讀過多少書的技術工人，最看重的就是這份知遇之恩和被人尊重的體面。他沒多想，重重地點了點頭，接過了那張承載着未來的薄紙。從那天起，卓朗就把這個被命名為榮光機械的小作坊當成了自己的家。他把老婆孩子都從老家接了過來，在這座陌生的城市扎下了根。他把自己最寶貴的13年青春和所有的心血都毫無保留地投入了進去。創業初期，要資金沒資金，要人手沒人手。卓朗既是總工程師，也是一線操作工。為了攻克一個技術難題，他能3天3夜不合眼，吃住都在車間裡。為了趕一個緊急訂單，他帶着幾個徒弟，硬是靠人力連軸轉了半個月，最後累得直接睡倒在了冰冷的機床旁邊。他的手上、身上留下了數不清的傷疤，有被高溫零件燙的，有被鋒利鐵屑劃的。妻子不止一次心疼地勸他別那麼拼命了，身體要緊。他總是憨厚地笑笑說：“現在是打江山的時候，不拼怎麼行？等以後公司做大了就好了。”這一晃就是13年。當年的小作坊果真像文世榮預言的那樣，變成了一座佔地數百畝的現代化工廠。榮光機械這個名字在行業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文世榮
也從當年那個滿身油污的小文，變成了身家數十億、出入有專職司機和豪華轎車的文總。他換了豪宅，孩子上了貴族學校，老婆戴上了鴿子蛋大的鑽戒，日子確實是好起來了，好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可是，那張被卓朗珍藏了13年的承諾書，卻好像被文世榮徹底遺忘了。公司走上正軌後，卓朗旁敲側擊地提過幾次，文世榮總是熱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說着和當年類似卻又完全不同的話：“老卓，你急什麼？我還能虧待你這個大功臣？公司現在是發展的關鍵時期，資金鏈緊張，股權的事一動就影響大局。再等等，再等等，等公司上市了，我保你下半輩子衣食無憂。1次、2次、3次。”卓朗是個老實人，不善言辭，每次都被文世榮這番話給堵了回來。他心裡雖有疙瘩，但轉念一想，自己畢竟和文世榮是共患難過來的兄弟，他總不至於騙自己。於是他選擇繼續相信，繼續埋頭苦幹。他總覺得人心都是肉長的，他付出了多少，老闆心裡總該有桿秤。直到今年的公司年會上，卓朗心裡的那桿秤徹底碎了。年會辦得極其奢華，5星級酒店的大宴會廳，燈火輝煌，觥籌交錯。文世榮站在台上，滿面紅光，意氣風發。他手持話筒，大談特談公司的宏偉藍圖和光明未來。然後他話鋒一轉，指向台下的一位年輕人。下面，我要隆重介紹一下我們公司新來的副總齊凱。齊副總雖然來公司不到1年，但能力出眾，為我們公司帶來了全新的管理理念，功不可沒。卓朗認識那個齊凱，一個30出頭的年輕人，名牌大學畢業，能說會道，整天跟在文世榮屁股後面文總文總的叫。至於他給公司帶來了什麼全新的管理理念，卓朗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從這個人來了以後，工廠裡各種不切實際的規章制度多了起來，一線工人的怨言也多了起來。齊凱在眾人羨慕的目光中走上台，對着文世榮一頓歌功頌德。文世榮笑得合不攏嘴，當場拿出一把車鑰匙，高高舉起。為了表彰其副總的傑出貢獻，公司決定獎勵他一輛價值50萬的豪車。台下頓時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吹捧聲。卓朗坐在角落裡，身邊都是和他一樣，從公司創立之初就幹到現在的老師傅們。他們沒有鼓掌，只是默默地看着台上那刺眼的一幕。那輛車的價值或許對現在的文世榮來說9牛1毛，但這份區別對待卻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狠狠扎進了這些老員工的心裡。整個年會的後半段，文世榮對他們這些創業元老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感謝老夥計們多年的付出，然後讓財務給每人發了一個2000塊的紅包。2000塊對一個身家數十億的企業來說，簡直就像是打發叫花子。卓朗端起酒杯，杯中的液體明明是溫的，喝下去卻讓他從喉嚨涼到了腳底。13年的青春，13年的血汗，13年的兄弟情誼，到頭來就只值2000塊錢。年會結束後，卓爾朗一夜未眠，天快亮的時候，他終於下定了決心。他最後一次找到文世榮的辦公室，文世榮正靠在真皮老板椅上，一臉疲憊地揉着太陽穴，顯然是宿醉未醒。看到卓朗進來，他有些不耐煩地擺了擺手：“老卓啊，有什麼事快說，我這還頭疼呢。”卓朗深吸一口氣，將那份被他視若珍寶的承諾書
輕輕放在了文世榮那張價值不菲的紅木辦公桌上。文總，13年了，當年您說的話還算數嗎？文世榮瞥了一眼那張泛黃的紙，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神色，但很快就被厭煩所取代。哎呀，怎麼又提這個事？老卓，人要往前看，別老揪着過去那點陳芝麻爛谷子的事不放。公司現在是正規化管理，一切都要按規矩來，不是當年那個小作坊了。他頓了頓，語氣裡帶上了一絲警告的意味。你是我公司的元老，我敬重你，但你也不要倚老賣老，讓我難做，安心幹活，我不會虧待你的。聽到倚老賣老4個字，卓朗的心徹底沉入了谷底。原來在他眼裡，自己13年的堅守不過是4個冰冷的字。他什麼都沒再說，只是默默地看着文世榮那張曾經熟悉又親切的臉，此刻看起來是那麼的陌生。卓朗收回承諾書，轉身默默地離開了這間他曾經無數次為了匯報技術成果而興沖沖闖進來的辦公室。這一次他是真的心死了。第二天一早，卓朗沒有像往常一樣天不亮就趕去車間，他花了一上午的時間寫了一封簡短的辭職報告，沒有抱怨，沒有指責，只有寥寥幾句因個人原因請求離職。下午，他回到公司，將辭職報告放在了文世榮的辦公桌上。文世榮不在，或許是出去應酬了，也好，省去了最後的虛偽和尷尬。他回到自己那個小小的技術辦公室，開始收拾東西。東西不多，幾本已經翻爛的技術手冊，一個用了10幾年的搪瓷杯，還有一張全家福。照片上，他和妻子笑得燦爛，身後是初具規模的廠房。那時候日子雖然清苦，但心裡有盼頭。幾個跟他最久的徒弟聞訊趕來，眼眶都紅了。師傅，您怎麼說走就走了？是不是文總他又……卓朗拍了拍他們的肩膀，搖了搖頭。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累了，也老了，該歇歇了。你們都好好幹，憑你們的手藝，到哪兒都有飯吃。他沒說太多，因為他知道有些話不用說，大家都懂。人心若是散了，就再也聚不起來了。走出工廠大門的那一刻，卓朗回頭望了一眼，榮光機械4個燙金大字在夕陽下閃着冰冷的光。他親手澆灌了13年的大樹，如今枝繁葉茂，卻再也沒有一片樹葉屬於他。他轉過身，沒有一絲留戀，大步走進了落日的餘暉裡。13年的夢終究是醒了。離開公司的第一天，卓朗感覺整個世界都安靜了下來。13年來，他習慣了清晨5點準時起床，習慣了機器的轟鳴聲，習慣了滿身的機油味。突然間閒下來，他反而有些無所適從。手機一直在響，都是公司裡那些老夥計打來的，他一個也沒接，只是默默地按下了靜音鍵。他不知道該說什麼，也不知道能說什麼，安慰他們，勸他們留下。他自己都已經成了一個逃兵，又有什麼資格去指點別人的路呢？妻子看出了他的失落，什麼也沒問，只是默默地給他收拾好了行李。咱們回老家待幾天吧，也該回去看看爸媽了。你好久沒陪他們好好說说話了。妻子的體貼像一股暖流，融化了卓朗心中的堅冰。是啊，這13年，他虧欠最多的就是這個家。他點了點頭，緊緊握住了妻子的手。第二天，夫妻倆就踏上了回鄉的路。老家在一個山清水秀的小村莊，遠離了城市的喧囂和浮躁。推開老宅的木門，聞到的是陽光和泥土的清香。年邁的父母看到兒子兒媳回來，高興得合不攏嘴。母親張羅着做了一大桌子卓朗最愛吃的飯菜，
父親則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酒，非要和兒子喝幾杯。飯桌上，父母小心翼翼的，沒有問任何關於工作的事情，他們只是不停地給卓朗夾菜，說着家長裡短的瑣事。卓朗知道，他們是怕觸碰到自己的傷心事。這份小心翼翼的愛，讓卓朗的眼眶有些發熱。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辛辣的液體順着喉嚨滑下，灼燒着他的心。辭職後的這3天，卓朗過上了他13年來最悠閒的日子。他關掉了手機，徹底與外界隔絕開來。他陪着父親在田埂上散步，聽父親講着莊稼的長勢和村裡的新聞。他幫着母親在院子裡侍弄那些花花草草，給滿架的絲瓜澆水。他甚至找回了兒時的樂趣，搬個小板凳，坐在河邊，拿着一根簡單的魚竿，一釣就是一下午。河水清澈，能看到魚兒在水草間游弋，遠山如黛，白雲在天空中悠閒地飄過。時間在這裡仿佛都放慢了腳步，他的心也漸漸地平靜了下來。他開始反思這過去的13年，他得到了一些東西，比如豐富的經驗、一身過硬的技術和一個還算富足的家庭，但也失去了一些東西，比如陪伴家人的時間、自己身體的健康，以及那份最初的赤誠和信任。他想，或許就這樣離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快50歲了，人生已經過半，是時候為自己和家人活一次了。憑他的手藝，就算自己開個小修理鋪，也餓不死。日子雖然不會像以前那麼風光，但至少活得踏實，活得有尊嚴。想到這裡，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覺壓在心頭13年的那塊大石頭終於被搬開了。他甚至開始規劃起了未來，等在老家陪父母過完這個秋天，就回到城裡，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盤下一個小門面，不用太大，夠用就行，不用太忙，能養家糊口就行。剩下的時間就用來好好陪陪妻子，彌補這麼多年的虧欠。或許還可以把父母接到城裡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這平靜而美好的畫面讓卓朗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這3天裡，也不是完全沒有外界的信號傳來。第2天下午，村裡的小賣部老闆捎來話，說有個很急的電話找他。卓朗猜到是誰，只說自己不在，便沒有理會。他只想安安靜靜的過完這屬於自己的幾天，讓過去的一切都隨風而去吧。第3天是個難得的好天氣，秋高氣爽，陽光明媚。卓朗吃過午飯，在院子裡擺開棋盤，陪着父親下棋。爸，您這馬走日可不能走到這兒啊，別攪了。嘿，你小子，觀棋不語真君子，懂不懂規矩？父親佯怒着，吹了吹鬍子，引得一旁的母親咯咯直笑。一家人其樂融融，歲月靜好。卓朗覺得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然而，這份寧靜很快就被一陣刺耳的喧囂聲打破了。一陣急促的汽車引擎轟鳴聲由遠及近，緊接着就是一道尖銳的剎車聲。這聲音在安靜的村莊裡顯得格外突兀。卓朗下意識地抬起頭，朝院門口望去。一輛黑色的豪華轎車幾乎是橫衝直撞地停在了他家斑駁的木門前。這輛車和他家周圍樸素的農家小院顯得格格不入。車門猛地被推開，一個人影跌跌撞撞地從車上滾了下來。那人穿着一身名貴的西裝，此刻卻滿是褶皺，領帶也歪在一邊，頭髮散亂，皮鞋上沾滿了泥土，臉上滿是焦急和惶恐。卓朗定睛一看，整個人都愣住了。來人不是別人，正是文世榮。
此刻的文世榮哪裡還有半點平日裡那個高高在上、意氣風發的大老闆的模樣？他更像一個輸光了所有家當的賭徒。他一眼就看到了院子裡的卓朗，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連滾帶爬地衝了進來。他腳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被門檻絆得結結實實。可他顧不上疼痛，爬起來就衝到卓朗面前。他一把抓住卓朗的胳膊，力氣大得驚人，指甲都快嵌進了卓朗的肉裡。卓朗的父母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嚇到了，站起身，不知所措地看着這個陌生的闖入者。卓朗皺了皺眉，想把自己的胳膊抽回來。文總，你這是幹什麼？他的聲音很平靜，但也很疏離。文世榮的嘴唇哆嗦着，雙眼布滿了血絲，像是幾天幾夜沒合過眼。他看着卓朗，這個他曾經最倚重，卻又被他傷得最深的兄弟，悔恨、恐懼、絕望，各種情緒在他臉上交織。他張了張嘴，嘶啞的喉嚨裡發出了近乎哀求的聲音：“老卓，我的好大哥，你快跟我回去吧，出大事了！你走了這3天，公司2個億沒了啊！”文世榮的聲音帶着哭腔，回盪在寧靜的小院裡。卓朗和他年邁的父母全都驚得呆住了。2個億沒了，這是什麼概念？對於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兩口來說，這簡直是個天文數字，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財富。卓朗也是一臉的難以置信。他雖然知道公司如今家大業大，但2個億也絕不是個小數目，更何況這僅僅是在他離職後的短短3天時間裡發生的，這怎麼可能？他第一反應是，文世榮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精神失常了？文總，你先把手鬆開，有話慢慢說。卓朗用力掙開了文世榮的手，扶着他坐到一旁的小板凳上。你是不是喝多了？說什麼胡話呢？我沒喝多，我說的都是真的，是真的啊！文世榮的情緒徹底崩潰了，他雙手抱着頭，痛苦地呻吟着：“老卓，我錯了，我真的錯了，我混蛋，我不是人，我不該傷你的心。現在只有你能救公司了，只有你能救我了。”卓朗的母親看他可憐，端來一杯熱水：“這位老闆，你先喝口水，順氣。”文世榮接過水杯，手抖得厲害，溫熱的水灑了一地，他猛灌了幾口，情緒才稍微平復了一些。在卓朗和家人的注視下，文世榮用嘶啞的聲音斷斷續續地道出了這3天裡所發生的一切。原來，在卓朗遞交辭職報告的當天下午，這個消息就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在公司內部掀起了滔天巨浪。卓朗在公司的地位遠比文世榮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他不僅僅是技術核心，更是公司所有老員工的精神領袖和主心骨。他是榮光機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見證者和締造者。他的離去，對那些和他一樣將青春和血汗都奉獻給公司的老人們來說，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意味着他們最後的念想和堅守都成了一個笑話。如果連卓朗這樣的大功臣最後都落得個心灰意冷、蓦然離場的下場，那他們這些人的未來又在哪裡呢？人心就是這樣開始散的。當天下午，文世榮並沒有把卓朗的辭職當回事。在他看來，卓朗一個快50歲的人了，還能折騰到哪兒去？無非是耍耍性子、鬧鬧情緒，想多要點好處罷了。他想着，晾他幾天，等他自己想通了，自然會回來。所以他照常去參加酒局，觥籌交錯，好不快活。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只是風暴的開始。第二天一早，當他宿醉未醒地來到公司時，人事部的經理
拿着一沓辭職信，戰戰兢兢地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足足10幾封。打開一看，文世榮的酒意瞬間醒了一大半。遞交辭職信的全都是公司的核心骨幹，領頭的是卓朗最得意的2個徒弟李明和王強。這2人是卓朗手把手帶出來的，如今已是技術部和生產部的絕對主力。公司1半以上的技術難題和生產調度都由他們負責。跟着他們一起辭職的還有整個技術部的核心團隊，7、8個經驗豐富的老工程師。更讓文世榮心驚的是，辭職信裡還有銷售部的幾員大將。這些人同樣是跟着卓朗和文世榮一起打江山的老人，他們手裡的客戶資源佔據了公司業務的半壁江山。他們的辭職理由驚人的一致：卓朗師傅都走了，我們還留在這裡幹什麼？這家公司已經不是我們當初認識的那家公司了。文世榮又驚又怒，他立刻把這些人叫到辦公室，拍着桌子許諾着升職加薪，企圖挽留。可這一次沒人再買他的賬了。李明，那個平日裡有些木訥，只知道埋頭搞技術的年輕人，第一次直視着文世榮的眼睛，平靜地說道：“文總，我們不是為了錢，我們跟着師傅10幾年。他教給我們的不光是技術，還有做人的道理。做人得講良心，這家公司已經沒有良心了。”說完，他帶頭走出了辦公室，沒有一絲留戀。文世榮氣得渾身發抖，他當場就批准了所有人的辭職。走，都給我走！我榮光機械離了誰都照樣轉。我明天就去人才市場招人。有的是比你們優秀的年輕人。他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變動，是一次可以靠錢來解決的小麻煩。他還是太天真了。他低估了卓朗這13年來用人品和技術建立起來的無形資產究竟有多麼強大。真正的噩夢從第3天開始，公司的幾個大客戶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打來了電話。其中最大的一個客戶是和榮光機械合作了近10年的華泰集團。華泰的老總姓陳，和卓朗是多年的老朋友。當年正是卓朗親自帶隊解決了華泰一個重大的技術難題，才贏得了這份長達10年的穩定合同。陳總在電話裡的語氣客氣，但又充滿了不容置疑的堅決。文總，我聽說卓朗大師傅從貴公司離職了。文世榮心裡咯噔一下，連忙打着哈哈：“陳總，您消息真靈通啊！是，卓朗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就讓他提前退休，回家享清福去了，是嗎？”陳總在電話那頭冷笑了一聲：“文總，咱們明人不說暗話，我當初選擇和你們合作，不為別的，就是信得過卓朗這個人，信得過他的技術和他帶出來的團隊。現在他走了，核心團隊也散了，你讓我怎麼相信你們後續的產品質量還能有保障？我這批貨是要用在國家重點項目上的，出一點差錯，我擔待不起。所以，文總，不好意思了，我們之間剩下的合同全部終止。後續的合作，等你們什麼時候能拿出讓我信服的東西再談吧。”不等文世榮再說一句話，對方就掛斷了電話。這通電話像是一個信號，緊接着一個又一個合作多年的老客戶紛紛打來電話，提出了同樣的擔憂，並做出了同樣的選擇：解約、觀望。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當年卓朗憑着過硬的技術和實在的人品一個一個磕下來的。他們與卓朗之間的信任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商業合作關係，他們信的是卓朗這個人。卓朗在，榮光機械的產品質量就在；卓朗走，
榮光機械的信譽就塌了。一天之內，公司超過60%的長期訂單被全部取消，幾個正在洽談中的價值上億的新項目也全部被對方叫停。消息是瞞不住的，合作夥伴、供應商、銀行很快就都得到了風聲。原本答應給公司提供貸款用於擴大生產線的銀行立刻變了卦，要求重新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和未來前景進行風險評估。公司的股價應聲暴跌，短短幾個小時就跌停了。公司的市值就像是夏天的冰棍，在陽光下迅速融化。財務總監滿頭大汗地衝進文世榮的辦公室，聲音都在顫抖：“文總，完了！訂單取消造成的直接損失，加上股價暴跌蒸發的市值，裡裡外外加起來，咱們公司這3天憑空消失了將近2個億。現在外面人心惶惶，留下來的員工也都沒心思幹活了。再不想辦法，公司就真的要倒了。2個億這個數字像一記重錘，狠狠地砸在了文世榮的頭上。他癱坐在老闆椅上，面如死灰。直到這一刻，他才真正的切膚之痛地意識到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他失去的不是一個普通的技術總監，他失去的是公司的靈魂，是公司的根基，是那份用13年時間建立起來的最寶貴的信任。他這才幡然醒悟，公司離了誰都能轉，但唯獨離不了卓朗，因為卓朗代表的是人心，是那些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老員工的人心，是那些信任他、依賴他的老客戶的人心，是他親手把這顆心傷透了、摔碎了。絕望之下，他想到了唯一的辦法，他必須把卓朗請回來，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他請回來。於是他發瘋似的開着車，憑着多年前的模糊記憶，一路打聽，找到了卓朗的鄉下老家，就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講完這一切，文世榮已經是聲淚俱下，泣不成聲。他抬起頭，通紅的雙眼死死地盯着卓朗，眼神裡充滿了乞求和悔恨。老卓，我知道，我對不起你，我被錢蒙了心，被那些奉承話迷了眼，我忘了本，我混蛋，我不是東西。他竟然抬起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個耳光，清脆響亮。但是公司是咱們倆一手做起來的，是咱們的心血啊，你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就這麼完了啊！求求你，跟我回去吧，只要你肯回去，什麼條件我都答應你，股權、分紅，你想要的我全都給你。小院裡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秋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和文世榮壓抑的哭泣聲。卓朗靜靜地聽着，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他的心裡卻像是打翻了5味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他沒有想到自己的離開會引發如此巨大的風暴，他更沒有想到那個曾經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文世榮會以這樣一種狼狽不堪的姿態出現在自己面前。他心裡沒有報復的快感，一點都沒有，有的只是一種深深的悲哀。為這家他付出了13年心血的公司，為這段早已變了質的兄弟情誼，也為文世榮這個迷失在財富和慾望中的可憐人。他要的從來都不是錢，如果他只為了錢，13年前就不會選擇跟着一窮二白的文世榮。這13年裡，有的是獵頭公司開出數倍的高薪挖他都一一拒絕了。他要的只是一份尊重，一份公道，一份心安理得。可是這份東西，文世榮直到被逼上絕路，才想起來要給他。這遲來的道歉和補償還有意義嗎？卓朗緩緩地站起身，沒有去看文世榮，
而是將目光投向了院子外那片金色的稻田。夕陽的餘暉灑在稻穗上，沉甸甸的，散發着樸實而溫暖的光芒。那才是他如今想要的踏實和安寧。他轉過身，看着滿臉期盼的文世榮，輕輕的卻又無比堅定的搖了搖頭。卓朗的搖頭像是一盆冰水，從頭到腳澆在了文世榮的身上，他臉上的最後一絲血色也褪得乾乾淨淨。老卓，你……文世榮的聲音裡充滿了絕望，他不敢相信自己放下了所有的尊嚴，做出了所有的承諾，換來的依然是拒絕。為什麼？你還在怪我，是不是？只要你肯回去，我馬上就召開董事會，把10%的股份轉到你名下。不，15%，我給你15%。他像是抓住最後一根稻草，瘋狂地夾着自己的籌碼。我還會給你開全公司最高的年薪，給你配車、配司機，只要你說，只要我能給的，我都給。卓朗默默地看着他，眼神裡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深沉的悲憫。他輕輕地嘆了口氣：“文總，你到現在還不明白，我想要的從來就不是這些。”他的聲音很輕，但每一個字都像一記重錘，敲在文世榮的心上。13年前，我跟你幹的時候，咱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腔熱血。那時候，你叫我老卓，我叫你小文，咱們是兄弟。我信你，所以願意把後半輩子都壓在你身上。後來，公司大了，錢多了，你變成了文總，我還是那個老卓。咱們之間隔了一堵牆，一堵用金錢和地位砌起來的牆。你開始聽不進真話，身邊圍滿的都是像齊凱那樣只會阿諛奉承的人，而我們這些跟着你一起淋過雨、啃過饅頭的老家伙，反而成了你眼裡的老古董，成了你嫌棄的陳芝麻爛谷子。卓朗的目光掃過文世榮那張慘白的臉，繼續說道：“你知道嗎？年會那天，你把那輛車獎勵給齊凱的時候，傷透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心，是所有老員工的心。我們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自己這麼多年的付出不被尊重，不被認可。人心要是涼了，就再也暖不回來了。現在公司出了事，你想起了我，想起了我們這幫老家伙。可是文總，我們不是你用來修補窟窿的工具，這個窟窿太大了，大到我一個人補不上了。”卓朗的話句句誅心。文世榮癱坐在板凳上，失魂落魄，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一直以為是卓朗的離開導致了公司的危機，現在他才明白，卓朗的離開不過是一根導火索，真正引爆危機的是他自己這些年來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傲慢、自私和薄情，是他親手把那些最寶貴的人心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一旁的卓朗父親一直默默地聽着，這位一輩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的老人，此刻走上前來，拍了拍兒子的肩膀，然後他看向文世榮，用一種質樸而充滿智慧的語氣說道：“這位老闆，我沒讀過什麼書，不懂你們生意上的大道理，我就知道一個理兒，種地啊，你得對土地好，它才能給你長出好莊稼。你3天2頭給它瞎折騰，不好好施肥，不好好澆水，只想從它身上使勁地刨食，那地早晚得荒了。開公司大概也跟種地一個道理吧，人心就是那片地。”老人的話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文世榮心中最後的混沌。他猛地抬起頭，看着卓朗，眼神裡不再只有祈求，而是多了一份真正深刻的悔悟。他終於明白了，卓朗拒絕的不是他開出的條件，卓朗失望的是他這個人，是這家公司的風氣，
如果這個根子上的問題不解決，就算卓朗今天跟他回去了，也無法從根本上挽救榮光機械。短暫的穩定之後，只會是更猛烈的崩塌。想通了這一點，文世榮像是渾身的力氣都被抽乾了，他沒有再糾纏，只是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朝着卓朗深深地鞠了一躬。老卓，你說的對，是我錯了，錯得離譜。說完，他蹣跚着轉身向院外走去，他的背影在夕陽的拉扯下顯得無比蕭索和落寞。看着他離去的背影，卓朗的心裡也並不好受。13年的情誼，難道真的就要這樣畫上句號嗎？那家公司畢竟是他傾注了半生心血的地方，難道他真的能眼睜睜看着他倒下嗎？他的那些徒弟，那些老夥計，如果公司真的沒了，他們又該何去何從？卓朗的妻子走到他身邊，輕輕握住了他的手。我知道你心裡不好受，不管你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你。卓朗回頭看着妻子溫柔而堅定的眼神，又看了看旁邊一臉慈愛和擔憂的父母，他心裡的天平開始慢慢地發生了傾斜。他可以不在乎文世榮，但他不能不在乎那些跟着他一起打拼的兄弟們。他不能讓那麼多人的心血真的付諸東流。爸媽，對不住了。卓朗深吸一口氣，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這公司我還是得回去一趟。他不是為了文世榮，而是為了給自己，也給所有和他一樣的人討回一個真正的公道。他快步走出院子，追上了即將上車的文世榮。等等！文世榮回過頭，眼中閃過一絲難以置信的驚喜。老卓，我可以跟你回去。卓朗的語氣平靜但有力，但我有條件。你說，別說1個，100個我都答應。文世榮激動得語無倫次。第一，卓朗伸出一根手指，我要你當着全體員工的面，公開向我以及所有被你輕視和虧待過的創業元老正式道歉。文世榮毫不猶豫地點頭。應該的，我道歉。第二，卓朗伸出第2根手指，當年你承諾給我的10%股權，以及承諾給其他幾位元老的股權激勵，必須全部立刻以合法的方式兌現，並且在員工大會上公示。沒問題，我馬上讓律師辦。文世榮的頭點得像搗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卓朗的眼神變得無比銳利。那個叫齊凱的副總必須開除，公司必須重新建立起一套公平公正的晉升和獎勵機制，要讓真正為公司做事的人得到他們應有的回報和尊重，而不是讓那些投機取巧、阿諛奉承的人佔據高位。我要的不只是一個結果，更是一個能讓所有員工都看到希望和未來的新風氣。卓朗提出的這3個條件，一個比一個讓文世榮難堪，這幾乎等同於讓他當着所有人的面否定自己過去幾年的所有作為。但是看着卓朗那不容置疑的眼神，文世榮知道自己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了。他沉默了良久，最終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濁氣，像是吐出了心中所有的傲慢和自負。他鄭重地對卓朗點了點頭。好，我全盤接受。老卓，謝謝你，謝謝你還願意給公司一個機會。這一刻，卓朗知道文世榮或許是真的醒悟了。3天後，一場史無前例的全體員工大會在榮光機械的廠區廣場上召開，所有在職的以及已經離職的員工都被邀請到了現場。卓朗和那些辭職的骨幹們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文世榮穿着一身樸素的舊工作服，那是他創業初期最常穿的衣服。他走上臨時搭建的主席台，
手裡沒有講稿，他面對着台下上千名員工，面對着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臉，他的目光最終落在了卓朗的身上。然後他拿起話筒，當着所有人的面，深深地鞠了一躬，長達90度的鞠躬，持續了整整1分鐘。抬起頭時，這個年近半百的男人已是淚流滿面。兄弟們，我對不起大家，是我文世榮忘了本，寒了大家的心。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一句，而是將自己這些年的過錯一件一件全部公之於眾。他的懺悔真誠而深刻，台下的員工們從最初的驚訝到後來的寂靜，再到最後的動容，許多老員工都默默地擦着眼角的淚水。接着文世榮當場宣布了對卓朗以及其他幾位創始元老的股權兌現協議，並請律師上台進行公證。他還宣布立刻辭退副總齊凱，並成立由一線員工代表參與的薪酬與晉升委員會，徹底改革公司的管理制度。當文世榮做完這一切，他走到卓朗面前，再次伸出手：“老卓，重新認識一下，我叫文世榮，一個想和兄弟們一起把榮光機械做成100年老店的普通的創業者。”卓朗看着他眼中那份久違的真誠，他知道那個13年前和他一起喝着啤酒暢談夢想的小文終於回來了。他伸出手，緊緊地握住了文世榮的手。台下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一場足以摧毀整個企業的巨大危機，最終在遲來的誠信和尊重面前得以化解。榮光機械雖然元氣大傷，但根基仍在，人心也回來了。卓朗重新走進了他闊別多日的車間，機器的轟鳴聲還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他知道，這一次他守護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生產線，他守護的是那份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是人心，是信義，是一家企業能夠長久立足的真正的榮光。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